上半年全军训练弹药消耗量猛增，这是向谁展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6月24日，国防部举行例行的记者招待会，说了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信息，就是全军上半年训练用的弹药消耗量大幅度增加。那么以前呢，这种大幅度增加弹药消耗量的情况，咱们也不是没有见过，就是临战状态会有个突击集训，比如79年的时候就是这种典型情况。那么79年战前，部队呢打子弹打的真是少啊，而且有很多战士是新兵入伍。到那个年代呢，就是很多战士可能是参军入伍之后，面临着战争了，突击训练1个月左右，那1个月猛打。但是和平时期很多兵就是当兵入伍的时候打5发子弹，然后一直混到退伍都不见得有机会拿枪打实弹的。就是我见过一个就当了很多年兵的一个士官，就是没怎么摸过枪的。有一次打靶，那个靶场的位置呢，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就是北京昌平。那以前呢，我们在那儿打过靶，就是靶场上这哥们儿拿起把81步枪，扣扳机不到位，没使劲儿不到位，枪没响，然后平端着枪口，手扣着扳机，一转身，枪口冲着我们就过来了，摸扳机上问这枪怎么不响了？30发子弹，保险开着呀，你想想看，对着我们就过来了，我们什么感觉？你们自己想想看吧。后来一问为什么他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司机兵就是一直只开车，别的不练，所以他根本不会打枪这个。当然，这个会不会打枪也好，会不会训练也好，训练量怎么样也好，其实还是跟兵种啊、岗位有关。有的部队啊，平时训练弹药消耗量就是特别大，有的特别少。这里呢，除了岗位问题，也有意识问题。2017年，解放军报就是很少见的、很罕见的，公开批评了有些单位训练意识不够，训练量特别低，弹药放过期了你都不打。所以后来还改了嘛，到2018年就有这个报道出来了，说某部训练弹药量，说哪支部队训练使用量超标了，超标了不算过错，算成绩，你超的越多，说明你这个训练越卖力气，好事儿。因为我们后来已经是不差钱了，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用弹药喂出来的老手。今年情况呢又是不一样，开训令的时候不有说法吗？要求更高了，要求全时能战，即时待战。而全时能战、即时待战这个8个字是相当高的标准呢。要到这个标准，就必须大量的实战化训练才能做得到。所以我们看看国防部这次发言是什么？他说第一条，基础训练难度明显增大，明显增大。因为我们过去部队训练的时候啊，可能有些训练科目不见得是打全的。你比如部队射击训练1到训练7打过多少？现在是各部队开训要求掀起一个新的练兵高潮，突出按纲实训打基础。这说明我们过去训练不足的地方要猛补课了。你看发言人就这一点强调了，比去年同期相比弹药量消耗大幅增加嘛，而且是高难科目训练比重持续加大，那就是在补课，就是全面提升基本功，以前没练好的、没有练充分的科目全得补上。第二条强调的是应急应战专攻，精炼持续深化，就是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持续强化各方向各领域针对现实安全威胁的针对性训练，大力开展的军事斗争一线练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指挥状态、力量状态、能力状态。这就是开始强调你的战法也要改了，过去的那个课补了还不算，你还得把新战法研制出来、研究出来，要贴近实战。新战法出来之后怎么练熟啊？好好消耗弹药吧。第三条，各战区要全面推开实景化任务演训。什么叫实景？我们看看朱日和基地某个楼为什么特别像台北的某个建筑，空军研究打击桥梁，那个桥怎么看都是台北附近的，这就是实景化。那么实景化训练出来之后，下边怎么练呢？就是部队要进入这个实景，开展各种模拟训练了。后边还有这个科技练兵啊、训练转型等等问题，能看出什么来吗？这不仅仅是多打些子弹、炮弹、导弹的问题了，这是一个军队从军事思想到力量构成到作战样式发生整体转型的时候，还有外部威胁发生变化的时候，体现在训练上的一些变化和强化。所以啊，这次呢还真不是以前那种战前突击1个月的事儿，要完成这个转型，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可能要持续几年。那么你想吧，这种高强度连续准备了好几年，就是为了这个全面转型。转型以后要干什么？所以国防部这次发言到底是说给谁听？不难想。好，
关于国防部发言人为什么强调上半年训练弹药量猛增，我们呢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